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IP 网络基础的第一个部分——数据通信的概述。那么，涉及到数据通信的概述，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数据，或者说什么叫做数据通信。其实，在我们的网络里边，我们平时所用到的大部分的东西都叫做数据。然后我们平时的这种上网行为就叫做数据通信。那么，什么叫做数据和数据通信呢？在这儿呢，我们给出了一个相应的定义。数据是什么？在计算机系统里面，各种字母、符号的组合啊，甚至于包括我们现在的语音、视频、图像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是数据。换句话讲，在你的电脑里所存储的任何的可用的东西，都叫做数据。当然，这里面有可能没有用的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都叫做数据啊，还有垃圾数据嘛。那么什么叫做数据通信呢？就是两个设备，注意通信一定是两方了啊，不是自己了。那么数据通信就是说，在两台设备之间通过线缆等等形式的一个介质去进行的数据交换。比如说，你给我一个什么图像文件，或者说你给我发一封邮件啊，这个东西都叫做什么呢？都叫做数据通信的一部分。都叫做数据通信。当然了，这个地方说到了一个东西，叫做以线缆形式啊，就通过以线缆等形式的传输介质进行的数据交换。记住啊，你拿个 U 盘拷给我一个文件，这个不叫做数据通信，这个叫做数据的拷贝啊。你这个传输介质啊，一定是线缆等等形式。为什么还要说别的呢？比如说，除了我们的网线啊，我们大家知道的有光纤啊，甚至于包括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无线上网的这种无线的方式，那么这些东西啊是另外的一些。好了，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数据以及数据通信。那么通信系统由什么来构成？啊，数据通信系统里面有什么来构成？有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报文。什么叫做报文？我们把数据发出去，对吧？我要发一个邮件，或者说发一个图片给你。那么我要把这个东西发出去的时候，这个东西被打包，我发给了你那些信息，这些信息叫做数据报文。然后我通过什么方式，或者说我通过什么样的介质来传递给你，这个叫做通信线路，或者叫做通信介质。啊，这个叫做介质。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你？是互联网啊，那就可能是网线或者是光纤。那么如果是无线，那么可能就是真的是无线传给你的。这个介质不限于线缆。第三个，双方。我们说通信一定是两方或者两方以上的啊。后面我们会看到有广播的情况。那么在广播这个状态下，它可能有多个通信方。那么无论如何，必须是两者或者两者以上。那么也就是说，发送方和接收方。这个是通信系统最主要的几个组成部分，啊，有介质，有报文，有发送与接收的这个双方，这三者缺一不可。那么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研究的是整个通信的一个过程，以及在通信的过程中如何更快的、更好的、更有效率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们主要去研究这些问题。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数据通信。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数据通信呢，基本上都是网络的了啊，基本上都是网络的了。那么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计算机网络的一个演进。对于计算机现在我们所用的计算机网络来说啊，它其实是有一个简单的演进过程的。第一代啊，最简单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数据网络啊，已经不是特别一样了。这个呢，它叫做主机网络。什么叫主机呢？注意，这些东西叫做终端，啊，这些小的这些东西叫做终端，它们是没有数据处理能力的，它们不会做任何的加减乘除运算，它们只是什么呢？它们只是键盘、鼠标啊，其实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鼠标，它们只是键盘和显示器。那么所有的操作都在这个叫做 host 的这个主机上完成。啊，都在这个上面完成。这个主机网络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超市里边的收银啊，或者说这一类的东西吧。啊，当然也不完全是了
啊，有点类似，就是那个收银台呢，它只是敲进去一些数，扫一些码，它做的是输入和输出啊，就是这个东西。事实上呢，在超市的这个某个机房里面，可能会有一个主机，它来负责加减乘除。当然，我们的这个速度是可以保证，当然这个速度也不会太快，那也不需要太快，反正可以保证就是了。所有的终端是没有运算能力的，这是第一代啊，叫做主机网络，这是第一代，叫做主机网络。那么第二代叫什么呢？第二代就是再往后叫做低速连接。注意，从主机网络到低速连接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是所有的数据在主机上完成处理，然后把这个数据发给这个主机 host， 在终端上可以处理数据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终端可以理解为是一台电脑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终端理解为是一台电脑了。它终端负责去进行一个数据的处理，并且把处理结果发送给主机啊，那么或者说发送给其他人，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这个地方叫做低速网络，当然速度会很慢。但是在这儿注意啊，有一点，低速网络或者说下面的这个和上面的这个，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下边的这个主机网络终端是不具备任何的处理数据的能力的，只能接收和发送，主机显示什么就显示什么。这里面的弊端就是，如果说所有的终端都向这个主机去发送你的这个需要处理的数据的时候，那么这个主机会很累，因为所有的运算、加减乘除都要由这个 host 来完成。然而，对于这个低速网络来说，对于低速连接来说，那么终端设备或者说这个东西现在可以是一个 PC 了。那么作为一个 PC， 它可以将数据处理完，然后把结果告诉这个主机，那么这个主机就会非常的轻松，它可以腾出大量的时间来完成更多的数据处理了，啊，其他的数据处理了。我们还拿超市收银这个例子来举，比如说，那么主机网络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3个通道啊，3个结账的通道，现在呢排满了人或者排多了人，啊，排多了人以后呢，每一个这个终端啊，它都要扫码，然后呢说这个设备这个东西3块，买一瓶水3块，对吧？买一个什么水果啊5块啊等等一系列东西，它只是把这些信息都告诉这个主机，然后呢这个主机负责加啊，然后你说这个不要了，然后它再负责减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然后再把这个东西返回给这台终端，啊，再返回给这台终端。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加减运算啊，甚至于包括一些什么信用卡打折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运算，全在这个主机上完成。这个主机当然能够统计出来一天卖了多少东西，但是这个主机的运算量是非常大的。你这是3个通道啊，你比如说一个大型的超市有20个通道，那么对于主机的要求是相当高的。而如果进化到这种基于网络的连接，这种低速网络的话，那么所有的终端上自己来处理这个客户一共买了多少东西，要花多少钱，然后他只不过是把一个用户啊或者一个人，比如说花了130块，他只需要把这个结果发送给主机，主机进行处理。最终呢，反正店长最终要看到的是这个主机上面的数据，我今天一共卖了多少钱。那这样子的话，对于主机来说啊，你这20个通道也好，3个通道也好，自己算自己的，对于主机来说，业务压力就小了很多很多。啊，这个是第2代，但是它们之间的速度还是很慢的啊，它们的速度还是很慢的，数据量也不大。啊，那么到了这个东西再往后，到了现在，我们的互联网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一个国际互联网，这个 WAN 呢，有的时候我们称之为 Internet 啊，通过这个 Internet。然后我们将这些东西完成连接起来，那么在我们的网络内部，或者说在我的一个局部里边，这个地方啊，我们已经不再是低速网络，而是高速网络了啊。可能很多同学你在家里边，你随便去买一个，比如说我们所说到的一些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啊，这个无线路由器啊，或者说买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它基本上是100兆起啊，它大部分都开始是1000兆的设备了，那大部分都是1000兆的设备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啊，这个速度是提升的很快的。当然啊，你的 Internet 的速度这个提升啊是要花大价钱的。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现在的计算机网络的演进依然是每个设备自己处理数据，然后把处理结果发送给其他人。同时，我们的网络的速度大大的提升，这样我们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了。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视频呐，我们的各种大容量的文件呐，等等一系列的就都来了。好，下面我们来看常见的网络拓扑。
介绍完我们刚才的网络架构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拓扑是这样的，在主机网络上面，啊，大家都连到这个主机上，然后在低速网络里面呢，大家呢其实也是跟这个主机相连，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每一台设备必须连到主机上，而对于低速连接来说是大家和主机几乎是相等的连在某一条线路上，啊，连在某一条线路上。而对于这个现在的网络来说，是大家想怎么连，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想怎么连怎么连了。特别是对于 Internet 来说，大家只要都连到 Internet 上就可以了。啊，那么这几种连接方式啊，在网络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拓扑结构。啊，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拓扑结构。拓扑可以认为是一个我们在网络中说的就是一个连接的一个方式，或者说连接的一个形状。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常见的几种网络拓扑结构，第一种叫做总线型，第二种叫做星型，第三种叫做树形，第四种环形，第五种叫做网状或者叫做网形。那么对于这几种常见的拓扑的结构来说，首先我们先来说第一种总线型。总线型以前我们在用，现在我们已经不再用了因为总线型呢受制于总线的这个限制，这个总线是计算机发展的一个必经之物，包括我们现在的 PC 里边还有一些就是系统总线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呢，由于限于这个系统总线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这个总线就是中间这条线。所有的数据传输都需要走中间这条线，那么中间这条线的带宽决定了你网络的带宽，这样不太好，所以说呢，总线型呢我们现在基本不用。下面这两种星型和树形，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说呢？因为它们两个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一些节点连接到某个核心节点上。对于树形来说，你可以认为它是扩展的星形结构。比如说，如果说这是一个星形结构，而在这个点上面我又拉出来几个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说它是一个星形还是一个树形吗？就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星形和树形最关键的核心点在于，大部分设备连接向中间的某一个核心点，这个有点像什么呢？说，这个倒是有点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叫做主机网络了，倒有点像这个了。你看，所有的人连接到一个中心点上去，但是真的这样好吗？万一中心点一坏掉，或者是中心点的负载过大，那么我们的网络整体就全瘫了。所以说呢，我们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方式，叫做这个双星型，就是大家呢连两个核心点，每个设备呢都和两个核心点相连。这是一种方式。然后把星型做一个扩展，如果我的设备再多，我要分级怎么办？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树形。其实对于树形来说，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星型，这是另外一个星型，两级的或者叫做多级的星形结构，最终被我们描述叫做树形结构。而树形结构其实才是我们的网络中最常用的一种结构。后面我们会谈到一些协议，比如说叫生成树比如说叫 SPF 的树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好，那么对于树形结构来说它是多级的星型。那么比如说对于中间这个节点来说，它在上一级的网络，也就是说上面这个里面来说，它是一个普通节点，因为它和别人都连到了这个中心节点上。那么对于下级网络来说，它就是对于下面这儿来说，它就是个中心节点，因为别人都连到它上面去。好，这是另外一种形状。那么这两种星型和树形，我们以后会把它搁在一起说。然后再往下，环形。环形网络呢是这样的，平时我们自己用到的并不多，但是对于电信级的运营企业来说，或者说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那么他们在一些传输链路上面会有环形的这么一个布局。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呢？环形的优点在于什么呢？环形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找到最近的一条路，并且天然是有备份的。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好，我们来看这个点，从 A 到 B 是要有的，是这么走的，这是 A 点，这是 B 点，它平时真的就这么走，它走最近的路线。但是如果说 A 和 B 之间的线路断了呢
A 可以从底下绕过去，依然可以倒 B， 这样子我们可以完成对于线路的一个备份，不至于有一条线路断掉，然后就出问题。当然，你说这里面断了，这条线路也断了，那这个就真断了啊，那这个就真断了。那么环形线路呢，最好它天然的优点就是可以有备份，但是环形线路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数据一直在里面转，它不出来。啊，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说呢，运营商通常呢愿意在传输介质上去部署环形的方案，而对于树形或者星形来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喜欢用呢？因为它里面没有环路，这个数据一定不会在里面绕着不出来的啊，它没有环路，环路在我们的网络里面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大家要记住。最后一种网状，或者叫做网形，这个网形呢，我们怎么定义呢？这个网形呢，我们可以定义为任意两点之间都会有一个直接连接。好，依然是4个点，大家可以看到，任意两点之间都会有一个直接连接，这个就叫做网状，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全互联结构，啊，全互联结构。网状的优点是性能最好，因为任意两点之间可以直接访问。比如说树形，对于树形来说，它和它的访问啊，甚至于就是平极之间的访问，它俩之间的访问是要经过一个核心节点的，要经过一个中心节点的，只要不是相邻的设备，啊，对于环形也是，如果不是相邻的设备，那么它是要经过，不论是从下面还是从上边，它都是要经过一个其他节点的，经过其他节点，那么你就要被处理，那么你就有延时，就会慢一些。而对于网状来说，任意两点之间直接的连接啊，保证了它的性能是最好的。但是，性能是用钱买来的。建设网络的时候，如果你让你的网络以网状的形式来完成，那么你的投资是最高的。啊，你的投资是最高的，你的花钱是最多的。所以说，在某些情况下啊，我们需要性能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在乎那点钱，对吧？那么我们可以去做网形的连接。如果我们觉得性能和这个花费要平衡一下，现在都讲性价比嘛。那么在讲性价比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的是树形，或者说是环形，或者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将树形和网状呢做一个分隔啊，那么叫做这个部分网状结构。